提起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想必很多拳迷都不陌生。他是少数能将太极和搏击进行完美融合，在搏击擂台进行实战的集大成者。韩飞龙14岁开始学习太极，天赋高，悟性强，训练又认真刻苦。在参加峨眉传奇之前，韩飞龙就曾连续2年参加央视武林大会的比赛，并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央视武林大会总冠军，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也是中华传统武术的第一人。曾经伊朗冠军冈萨雷斯就被韩飞龙打得倒地翻白眼儿。这是一场中国武学和现代搏击术的较量，也是中国太极第一次走上搏击擂台。一开始还没适应擂台规则的韩飞龙，还用了太极的摔法抱摔了对手，遭到裁判的强烈警告。就是国际体育空手道联盟。刚才韩飞龙做了一个，是不是张老师是不是太极拳里面一个就是一个技法一个摔法一个摔法这个摔法呢被因为在自由搏击擂台上这种主动抱摔呢是不被允许的。我们看韩飞龙呢整个造型呢也是颇具特点，穿的是长裤，让我想起了也有其他的选手穿长裤在擂台上打比赛。当然有的选手是穿白色的短裤长裤，有的穿黄色的长裤啊。好，我们继续看比赛。好，这是一个接腿这是韩飞龙呢还是意识到这是打自由搏击规则，接到腿之后是放弃的这个继续的这个抱摔动作。他刚才那个就是转身化解对手扫踢的这个身形的一个转移啊，是不是有点带一点这个太极拳训练的这种味道？就是所谓对方是一个后蹬腿。所以你有千斤力，我来破千斤。一个扫腿过来之后呢，我顺着你的劲儿，往你这个腿的攻击的方向呢，再顺着走一圈，这样就泄你的力。通过这个前半局的这个双方这个攻防转换呀，我们还是看到韩飞龙在这个技法的自由搏击这个技法的这个运用当中啊，还是。在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韩飞龙突然使出来他的太极绝技舍身踢，对手似乎完全没有料到，裁判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冈萨雷斯直接就被踢晕过去，直翻白眼。这场比赛实在是赢得漂亮，韩飞龙也让大家看到了太极的绝妙之处。但是这场比赛并没有让大家完全买账，韩飞龙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有人说他就是纸老虎，只会闭门造车，不敢迎战世界顶尖高手，是怕露馅儿。面对这样的传言，韩飞龙只会用实力来说话。在峨眉传奇36深圳站的比赛里，韩飞龙对战泰国狼王沙玉郎。沙玉郎的名气根本不需要过多介绍，他就是泰拳界的传奇，2大全场总冠军，连波球都要敬他3分。当时中国传统武术正在经历打假风波，很多人都劝韩飞龙不要挑战这样的强敌。然而韩飞龙却没有丝毫畏惧，他就是要为中国传统武术证明。比赛开始，韩飞龙就显得极为主动，而沙玉郎则是秉持着稳扎稳打的泰式风格。沙玉郎、萧沙皇、亚桑克莱和波球被称为泰拳的4大天王。韩飞龙在此之前就点胜过萧沙皇，相信击败沙玉郎也不是问题。只见沙玉郎眼神犀利，动作也是干净爽脆，仿佛没将韩飞龙这毛头小子放在眼里。韩飞龙也是步步攻势凶猛，时常用组合拳压制。在体型上来看，沙玉郎比韩飞龙壮了不少，因此看起来拳拳带风，杀伤力不小。技术越来越熟练。对，自由搏击、擂台实战结合的更好一些。一举成名。感觉韩飞龙的点击量还是非常高的，对拳的热爱，但是场上人员现场攻击力还是很强。是的，舍身踢没有成功连续3腿4腿。第2回合两人火力更盛，这段拼拳更是暴露了沙玉郎在拼拳上的弱势。韩飞龙完全可以多跟沙玉郎进行换拳攻击，这样很容易打乱泰拳王的节奏。在技术经验上，韩飞龙跟沙玉郎根本无法比较，毕竟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擂台小子，另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拳坛老手，只能拼灵活度或者靠韩飞龙的太极招式。漂亮，汗水的感觉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哎呦，双方换拳有效果韩飞龙队一定要把自己的前手撑出来，多去跟
沙一郎换拳，体现了这个态度。第二个是说他在场上的这种表现，所以一分嘛，我也不追来。但是现在时候不一样了，他们的曙光。打到第3回合，沙一郎也不敢小瞧这位擂台新秀了，因为不论在体力、技巧、耐力、灵活度，韩飞龙都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在摸清萧沙皇的进攻特点之后，韩飞龙开始进行战术调整，用接腿摔化解萧沙皇的扫踢，同时将比赛距离控制在中近距离，采用以摆拳为主的非直线拳法进攻萧沙皇。舍身踢、接腿摔组合拳，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打法让萧沙皇显得有些不适应，比赛节奏被韩飞龙牢牢把控。10秒钟，哇，双方真的火力全开了。哎呦，下劈！自信，对，自信。 3回合下来，韩飞龙大比分胜出，成了第1位击败2大泰拳王的中国人。有了如此可以拿得出手的手下败将，韩飞龙依旧没有懈怠，每天坚持训练。在峨眉传奇35，韩飞龙碰上了日本天下1的中量级第1名谷谷智久。谷谷智久是兼修拳击与踢拳的双料拳手，他有过自由搏击和职业拳击2栖作战的经历。其中搏击战绩33战20胜2平14次 KO， 拳击战绩13战9胜6 KO， 获胜的 KO 率均接近或超过70%，这显然是标准的重炮手数据。比赛一开始，谷谷智久就开启了典型的日本打法，一直不停地黏着韩飞龙进行拼拳。韩飞龙显然还不是很习惯，但依旧没有让对手占到多少便宜。日本选手智久呢是日本的赛事天下第1的70公斤级的王者。智久也曾经来中国参加过比赛啊。同时呢，他还打过综合格斗。对，现在双方上来之后还是比较谨慎啊。哎呦，韩飞龙这个扫踢出这个力量很重。对。智久的特点很日本选手，喜欢黏着打。对，日本选手这个粘着力很，哦呦，这个后手命中了啊！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这个拳法，看是智久看的是很瘦啊，但是这个干巴劲儿很大。对，这也是日本选手的最大的特点，他们喜欢黏着打，然后逼近拼拳。对，智久把韩飞龙逼到这个身边啊，转出来了。手身踢，飞龙这一腿踢得很漂亮。其实我们刚才看起来智久虽然说手臂比较长啊，但是中近距离这个上下发力的拳啊，漂亮，还是做得不错。转身后蹬，智久呢还是在找慢慢压。喜欢拼拳是吧？韩飞龙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一记后手拳就将对手砸翻在地。虽然他顽强地站起来，选择继续对抗，但还是被韩飞龙势如破竹的拳法再次锤翻。这时候应该喊停了，我们看智久应该身体啊还是没有恢复过来。还不投降，韩飞龙直接一个助跑飞膝，再次顶翻，对手教练也是吓得当场扔出了绿毛巾。韩飞龙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用行动不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让全世界观众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武术，更是让中国传统武术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下期见。量高的比赛，戴耳机啊，漂亮！突然来一个高手，很亮啊，这个帅！黑人冠军一晚 KO 2位中国选手后，嘲讽中国功夫都是花架子，中国人简直跟弱鸡一样，他可以一个打10个。中国硬汉冯亮彻底忍不了，冲上擂台打断其手臂，医护人员紧急上台抢救。这位口出狂言的黑人选手是来自荷兰的世界冠军，他虽然看起来像是个小不点，但他极强的爆发力让世界搏击界为之称颂，尤其是他一晚 KO 2位中国高手，更是让这家伙飘了，认为中国功夫都是花架子，他一个人就能横扫中华武林。赛前更是放出话来，冯亮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子，自己只需要1回合就能够 KO 冯亮结束比赛。面对气焰嚣张的黑人世界冠军，冯亮没有过多的废话，直言2人擂台上见真章。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冯亮加油助威吧。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洛阳为各位呈现的勇士的荣耀洛阳站的比赛。比赛铃声敲响，两人没有任何的试探，直接展开了腿法的对拼。冯亮的前手刺拳很漂亮，刚一开局就打出了不错的效果。看来两人都是憋着一股劲，都是奔着KO对方去的。还有大家非常喜欢和支持的邱建良。大家好，我是邱建良。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金腰带的半决赛，两位之间的胜者将会在稍后的比赛当中，获得这个两人的腿法大战中可以看出来，这位黑人冠军还是有2把刷子的。冯亮似乎有点拼不过啊，不过冯亮的拳法是有优势的。突然冯亮一个侧踹，直接把黑人选手踹得后退了几米，非常的霸气啊！之间的胜者将会和稍后的李宁和郑军锋的胜者来角逐这一条重量级的金腰带。这场比赛对于冯亮来说，他比较吃亏的就是身高和臂展啊是全面处于劣势啊。是的，特别是臂展这一边有16公分的差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威尔森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身高臂展也占有优势，但威尔森年龄会比冯亮要大出7岁，冯亮是刚刚23岁，而威尔森已经30岁了。但30岁这个年龄啊，正值当打之年，是比赛和经验和体能。还有这个技战术啊，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年纪。比赛之前威尔森也放话说，虽然你在中国很厉害，但是你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好漂亮一个膝法，漂亮。哇，又是低扫，低扫非常非常重。是。其实我记得我曾经在香港跟威尔森一块参赛过，他跟我的队友恐龙啊争夺一个。黑人冠军的腿法确实不错，奇迹飞膝对冯亮都造成了不小的威胁。冯亮的拳法也很不错，给威尔森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两人在杀机4伏中度过了第1回合的比赛。第1回合打得非常的精彩啊！力大势成是这个威尔森的一个特点。对，两位选手呢给我们展现出了非常好的开局的状态。比赛来到第2回合，威尔森上来就是扫腿攻势，冯亮很快就用拳法将威尔森压制了回去。低扫是，我可以看到威尔森的这个腿的力量太大了。对，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是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声音和力量势大力沉，而且冯亮也没有这个提膝格挡的习惯。威尔森腿法确实很强悍，这对于冯亮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麻烦，他必须想办法化解威尔森的腿法。威尔森不断用腿法攻击冯亮，而且每一记扫腿的力量都非常大。冯亮则是充分发挥自己拳法的优势，一记前手刺拳直接将威尔森给击倒了。不过由于威尔森拼命解释自己并不是被击倒的，裁判也没有给他读秒。就向裁判示意，这不是读秒，不是读秒，对，我只是滑倒而已。哇塞！威尔森这个低扫扫完之后啊，很贼的，有时候会出篮出高扫，让冯亮是防不胜防。声东击西，漂亮，继续。我刚才在第1局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冯亮如果避不开威尔森的这个重腿，对，低扫接高扫。威尔森扫腿的优势巨大，冯亮只能被动的接受威尔森的砍伐。如果一味的退避，等待冯亮的可能就是失败了。于是他开始转变战术，直接接腿狠狠将其摔在地上。然而就是这一下，直接把威尔森的手臂给摔断了。威尔森躺在地上惨叫不止，裁判见状赶紧呼叫医护人员抢救。现在场医已经看到场医正在治疗，就希望他这个只是单纯的脱臼啊，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附带的伤害。我们目前观测来说，从这个医护人员对他这个施救的这个方法来看，我觉得目前观察来看应该是脱臼，仅仅是脱臼。最终在医护人员的监督下，威尔森无法继续参加比赛，冯亮则是以 T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狠狠地打脸了嚣张的黑人选手。大家喜不喜欢冯亮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晚上之后他会带着他的双方，而且打到1轮之后，正灯，3拳4拳，命中第1拳的时候，勒里的这个脖子还是一样漏洞很大。韩飞龙是太极大师王占军的亲传弟子，韩飞龙结合着太极的技法，打出非常多优异的战役，因此也被称为太极实战第1人。说起他的比赛，就不得不说他和泰拳王勒里的那场比赛。
勒里可不是什么小角色，他获得过非常多的世界冠军 ，IPCC 154磅世界冠军 ，WPMF 147磅世界冠军 ，WPMF 160磅世界冠军，随便拿出来几个就不是当时的韩飞龙所能企及的。但韩飞龙还是想要挑战这样一位高手。这场比赛，韩飞龙也打得十分的艰辛。做自己的英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峨眉传奇。我们现在在峨眉山体育馆。比赛开始，勒里就直接来了几个砍踢，想给韩飞龙一个下马威。韩飞龙立马重拳还击。红方选手是来自 WKFO 武者联盟国际搏击俱乐部的韩飞龙，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勒里。勒里是资料啊，是5次 WPMF 的世界泰拳金腰带的获得者。是的，有210战162胜51次 KO 的好成绩。这个比赛经验啊很足啊。是的。那么韩飞龙呢，我们知道近2年比赛也是代表太极拳啊，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对，往往他的整个招法当中有很多这种非常夸张、我们很少见的一些技术动作啊。你看，这也是刚才韩飞龙想做一个接腿的一个旋摔，对，但没有成功。勒里的这个实力啊，我觉得应该是韩飞龙遇到的对手当中应该是比较强的一位。是的。韩飞龙是我们太极大师两个人都十分的谨慎，要么不出动作，动作一出必是用尽全力的一击。从两人的进攻动作来看，勒里更擅长用扫腿，而韩飞龙则是重拳压制偏多。在韩飞龙出拳的同时，勒里一个扫腿挂到韩飞龙的裆部，韩飞龙示意裁判，然而裁判很快就继续了比赛。勒里见此立刻压上去想重创韩飞龙，韩飞龙毫不犹豫一个摆拳，反将勒里直接砸飞了几米。勒里坐在地上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可能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韩飞龙这个对手可不能小瞧了。两人开始拼拳，韩飞龙看着时机做了一个舍身踢，正好砸在勒里的拳套上。勒里笑了笑，似乎是在想，你的绝招就这点本事吗？对，支撑腿啊，踢的这个撑不住啊，你看再一次后腿低扫其实这个勒里的整个面部的防守漏洞还是比较大的。对，刚才韩飞龙跟对手一个换拳啊，其实双方勒里继续出扫腿都让韩飞龙躲过了。韩飞龙想近战生扛对手两腿，一个高扫直接反击，吓得勒里倒吸一口气。韩飞龙立马从侧身压进，一顿组合拳将对手压向绳边。勒里迅速反击，效率更高，甚至在韩飞龙推开他时，直接给韩飞龙面中来了一拳。这位泰拳王的反应能力和经验真的是太可怕了。接腿摔。对。我们可以感受到勒里的这个扫踢自下而上拔地而起的一种力量，确实给韩飞龙的腿部造成很大的创伤。虽然韩飞龙穿着这个长裤子，但我敢说它里面一定是红紫状。顶膝，韩飞龙一直在这种腾空的动作啊，再一次接腿的摔法。泰国选手对接腿摔还是很不适应啊，这种破坏平衡的这个对支撑腿破坏的这种平衡的技法。当然泰拳也有泰式的带摔，但是明显对于接腿摔还是不是很了解。对，下劈腿。第2局在第1局当中啊，勒里展现出了强大的这个低扫踢的这个功力啊。是的。韩飞龙连续组合摆拳勾拳，摆拳勾拳。对，连续的组合。前手刺拳迎击命中韩飞龙。是。比赛来到第2回合，韩飞龙的一系列组合拳明显重击到对手，韩飞龙可算找到了压制对手的方法，就是压进，然后连续的组合拳让勒里防不胜防。勒里明显被激怒，主动压进疏于防守，再次被韩飞龙一拳打跪。这已经是第2次勒里被韩飞龙的重拳所打倒了。倒地之后，而且得手之后就马上拉开距离，不给对手还击的距离，对，避开对手的凶狠的扫腿，再次扫踢被韩飞龙接住，转身的低位的后摆，哇，勒里压得很紧啊，但是一定要注意韩飞龙这个后手直拳的迎击，包括前腿摆拳，哇，漂亮，连续2次击打，是的，好，分开。其实我相信每一个跟韩飞龙交手的外国选手，面对韩飞龙开始非常聪明的游移战术，打中就迅速撤离，丝毫不给对手还击的距离。勒里变得完全被动，也变得更加急躁。他见自己的扫腿基本打不到韩飞龙，也开始直接压进拼拳，太极破绽就多了起来。
由于着急进攻，多次将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手面前，因此乐里的头部多次被韩飞龙所击中。乐里，哇，这个扫踢生硬，势大力沉，像一个闷棍啊，闷在了这个韩飞龙肋骨上啊。对，所以韩飞龙一定要调整好距离。啊，远处不给对手出腿的距离，进去以后一定要是连续组合拳快速击打。对啊，后手摆拳。韩飞龙要跟对手拼的是速度，而不是重击。重击的话，对手是稳稳的拿着上风。大家互相拳法互换上啊，都相差无几，有时候有可能和韩飞龙会占一些先机啊，组合拳。但是如果去跟对手拼腿的话，这个就不太利于自己的这个。韩飞龙则是完全知道自己的劣势，快速移动引对手压进暴露。然而泰拳王一向是以硬著称，因此这3记顶膝还是让韩飞龙疼得跪在了地上。就这样，韩飞龙就有了一次读秒。读秒之后，乐里继续顶膝想要 KO 韩飞龙，结束的铃声响起，给了韩飞龙更多的恢复时间。那这个连续拳法组合拳还是得到一点的这个优势啊，但是对手马上转而跟他进行孤颈顶膝，再次顶膝。是的，现在对手仍然要顶韩飞龙。我们看韩飞龙在一靠近的时候，手啊对于腹部的防守还是很敏感，说明刚才这个袭击的伤害。第3回合，第2局乐里拿到一个读秒，利用膝法重击啊，给韩飞龙造成一次读秒。是的，而且那次的伤害非常重。看第3回合，韩飞龙怎么样布置战术？乐里还是往前逼得很紧啊，舍身踢。没有掌握好这个距离，乐里也是有备而来，对，还要再几膝扫踢，好重的一记扫踢，前手摆拳再加膝，这个韩飞龙明显对于乐里的膝法过于忌惮啊，一旦靠身之后，马上身体撤得很远。是的，是的。所以韩飞龙这种打法，还有他步伐这种变换，导致蓝方选手非常恼火，所以他非常急于的去抓住韩飞龙，才会导致2次的摔倒。是的，这个乐里往前冲的也比较猛，现在还是要再做膝法，接住之后只能做1次动作，再要做膝，扫踢，再次扫踢，韩飞龙刚才有一个摆拳啊，很重。这也是韩飞龙的一个机会，所以不要被对手的一袭击啊，把自己的整个的战术。第3回合，乐里就是一个迫不及待的状态了，不断贴近，想要继续重创韩飞龙的腰部。这一记响亮的扫踢也的确是让韩飞龙开始畏惧了。一旦看到乐里有出膝和腿的动作，韩飞龙都自觉的开始闪得很远。这个韩飞龙呢，好像是推扫踢啊，刚才好像是也是踢到了裆部。韩飞龙要再缓一缓啊。有5分钟的这个休息时间。刚才我们那个慢动作没有抓到韩飞龙被踢裆的那个画面啊。好了，韩飞龙恢复过来了。漂亮！今天乐里的袭击跟这个后卫的重扫踢啊，确实这个展现了很强大这种攻击力。是的，比赛到了第3回合，这个乐里强悍的深厚的比赛经验也发挥了作用。特别是这个追这样的动作也让乐里非常的火大，因此乐里的进攻都非常大，确保能迅速移动到韩飞龙身边。最后一回合，韩飞龙几次的舍身踢都没有挨到乐里，乐里也是一脸不屑，似乎已经看透了韩飞龙的一些招式，面对的非常冷静，所以导致这个韩飞龙频频的这个舍身踢失效。我们看乐里现在膝法虚晃，迫使韩飞龙就后撤，然后出重扫，再晃，再出重扫。是的。刚刚蓝方选手、泰方选手一个组合拳，我觉得也是韩飞龙迎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乐里现在手已经完全放下来了，是的。但是韩飞龙面临着乐里的强大的扫踢的攻击，还有拳法的连续性。再次膝法追击，对，确实是有些忌惮，不敢打进去。最后的10秒钟，韩飞龙要抓住机会。好，连续组合拳追。最后一回合，韩飞龙也表现得过于消极。最后2人打满3回合，乐里以完全的优势拿下了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给了韩飞龙很大的打击，他开始深刻反思自己在技法上的不足。
当然，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也不需要完全否定自己。因此，韩飞龙不断的练习，并且仔细观摩勒里的比赛视频，分析勒里在技法上的漏洞，再次向勒里发起了复仇战。勒里则感觉这场复仇战完全没压力，二番战完全不把韩飞龙放在眼里，认为韩飞龙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手下败将。更何况距离一番战只隔了2个月的时间，2个月就想复仇，实在是天方夜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峨眉传奇，这里是峨眉传奇30，我们现在在峨眉山体育馆，我是东尼，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男子72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 WKFO 的韩飞龙，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勒里。双方在去年曾经交过一次手，当时是韩飞龙输给了勒里。是的，这场比赛也是算得上韩飞龙的一场二番战。对，那么身高上呢，数据显示韩飞龙还是有5公分的这个身高优势。那么我们知道韩飞龙整个的技术体系是非常完善啊，有拳有腿，但是整个的打法。比赛一开始，韩飞龙的确是大胆了不少，完全不害怕与勒里近战，主动压进攻击。但是看到勒里的顶膝动作，还是会条件反射的后退，并且也开始用提膝的动作吓唬勒里，成功用拳法攻击将勒里压在了绳脚。常见的技术，韩飞龙都会展现给我们。对。为了这场比赛呢，韩飞龙也是非常用心，在泰国集训了2个月，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回家，都是在泰国过的。连续拳法追击，把勒里逼到绳脚。整个从防御上看，勒里的手啊拿的还是比较开，所以这个中线对于拳法的防守还是有一些空当。那么刚才勒里给我们展现了非常快速又启动非常突然的前腿的扫踢。2个人还多是以腿法压进，辅助一些拳法的攻击。韩飞龙为了这场二番战去泰国集训了2个月，从他的一些动作处理上来看，还是成熟了不少，不像一番战那样过于单一。他有机会跟勒里打二番战的时候，他自己非常兴奋，因为在他看来还是应该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对。勒里到目前的所有的进攻动作还是以腿法为主，后腿低扫、前腿的中高扫以及一个正蹬腿。虽然说进攻方式以腿为主，但是整个面对韩飞龙的拳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很应付不过来的这种局面。对，转身的一个边拳。哇，现在韩飞龙也在泰国学到了这种泰式的小阴招，用这个拳头捂住对方的口鼻。这个是一个技巧吧。因为在规则当中并没有，勒里依旧是如同一番战那样对自己的头部疏于防守，因此在与韩飞龙拼拳时想要硬吃，反被韩飞龙直接一拳打趴，吃了一次读秒。勒里迅速摇晃的站起来，韩飞龙迫不及待的想要继续，然而比赛结束的铃声却响起了。和一番战一样，韩飞龙将要被 KO 时，也被回合结束铃声救了一次。这个动作太快了，我都没有看清楚。那么我觉得其实，勒里打中韩飞龙的那记摆拳，其实力量也很大，也很大。但是在勒里就是卯足了劲儿去把这个力量集聚在自己的左拳上的时候，韩飞龙的拳是从上到下砸下来的，有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毕竟一条腿被对手持住了。是的。吃了一次读秒。第2回合，勒里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回优势，因此他开始主动压向韩飞龙，韩飞龙则是直接对准他的头部进攻。手的这个，这是想做一个转身腿，转身的动作，但是发现没有。这个动作异动太明显了。是的。勒里报价上啊，对于拳法的防守，你看空当还是很大的，特别中线，包括2侧。但是有一点，他在中远距离对于韩飞龙想进来打拳啊，利用腿法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会不断的利用扫踢来克高扫，这个腿很快，而且这个角度很刁。是的。勒里一个高扫砸中韩飞龙后，不断用高扫追击着韩飞龙，再次被韩飞龙瞅准时机，一记重拳打中勒里的下巴。勒里再次倒地，吃了一次读秒。
他在读秒的过程中，却还是一直想要追击着韩飞龙，可以看出他想要硬吃韩飞龙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对，我们再看一下乐里平时这个正常报价哈。他确实比普通的泰拳手这个报价要低很多，而且对手拳来的时候，他不会像一般的擅长防拳的泰拳手一样，把下巴收得很低，而且利用眼手包括贴近身体的这么一些下潜来缓解，而是硬生生的用自己的双下巴去扛。啊，这个选择特别不明智。这个下巴怕重击倒不是因为这个下巴有多么脆弱，因为毕竟是骨头长的，是因为下巴这个骨骼的结构正好是挂在那。韩飞龙则是继续瞅准他的头部颈部，乐里的报价依旧没有防守到头部，不知道是他自己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完全没把韩飞龙的2次重击放在眼里。当是的，所以他的我们一般说命中下巴 KO 率会比较高。哇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韩飞龙还是要拉近距离啊。漂亮！看得出来，韩飞龙是在抓对手腿法，主动进攻，然后做拳法迎击打进去。一个闪身踢没有踢到。比赛来到关键的第3回合。韩飞龙继续在乐里的急切攻击中去重创他的头部。乐里虽然没有提高他的报价，但还是有将自己的手臂伸直去控制韩飞龙的出拳距离。哎呦，这是一个太极拳的一个技法吗？4两拨千斤，只要招用的对。你看，还是前手摆拳。但是现在泰国选手有意识的伸展自己的前臂来控制距离，去干扰韩飞龙打拳的这个视线。乐里的脾气的确非常暴躁，不但押解韩飞龙，甚至不顾裁判的阻止，就想也摔一次韩飞龙。也正是因为乐里的狂妄自大，在他再次押解韩飞龙时，韩飞龙瞅准时机，直接几个连续的组合拳砸中乐里的下巴，乐里再次踉跄着倒地，并且直接躺平在了地上，直接被韩飞龙所 KO。 骄兵必败的道理在乐里身上得到了印证，君子报仇10年不晚，也让韩飞龙变得励志。擂台就是这样，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因为人的潜力是巨大的，你不进步，那么你就是在退步。